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杰拉中单的一个绝活哥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兑现情况。像杰拉中单的话，并不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选择，但你练好它的话是比较恶心的。对于对面来说不是很好打，然后这里面的话，因为它的爆发伤害不足，所以要带彗星这种持续增长的一个符文。它是这样子的，这个符文的话是只要造成技能造成伤害 ，CD 好以后技能造成伤害啊。然后炸到对方就可以叠一层，每3层可以增加一次高额的，就是让这个符文的伤害变高。像杰拉打辅助的话，你可以第一件选择做那个冰杖，但你中单的话不行，中单主要还是要打一个爆发前期，如果一点爆发都打不出来，你只是做个冰杖打控制的话，那队友会很难受。这里的话，利用一级是学 E 技能，利用 E 技能打控制和消耗。为什么要打控制呢？因为彗星会被对面走掉，尽量前期能用 E 技能夺那个吃到就更好。然后还有就是杰拉的话，E 技能就是3技能，他也不是 E 技能，是他的被动。像他的 Q 的话，尽量对面的话，对面瑞兹不用 Q 去把冰清掉，他其实对他来说很伤的。这里的话，对面没蓝了，这里吃个果子，待会找个机会，闪现和引燃，这个闪杀线是可以的。对面有点嚣张，待会这样的他都不走的话，大招直接可以给了，引燃点死，引燃烫死，E 技能，然后利用爆炸果子跑路。这里的话跑救不了了，毕竟对面的射手包过来了。像这边有8折的话，其实下路的优先级很高的，但没想到的是对面2个先靠过来。像前期瑞兹他的 Q 一定要拿来清兵线，然后利用 E 去弹射对方。不能用 Q 去打消耗，如果用 Q 去消耗的话，瑞兹前期很难玩。这里的话，你可以看到他的 Q， 比如说他的1技能比较短，对吧？那你就单纯的可以利用种子。去那个小花这个花朵种子，反正就种子嘛，去打输出就好了，消耗一下就行了。但那个种子的话是不触发那个彗星的那个效果的，这是比较差的一点。如果能触发的话，杰拉估计能上 T0 哈。这里的话。可以用那个，也可以用那个花朵，就是种子的那个站位去做消耗。这里的话，引燃没有烫死。还有就是用种子去做那个挡伤害。你刚刚看到他在那一波的时候是挡了一波对面的 Q 的。像安妮的晕啊那些可以的话，可以利用这个去挡掉他的那个
指向性技能。这里面的话看到没有，就是打野差距，对面打野都已经来了2次了，他现在才1次都没来过。哎，这里准备来了，看有没有机会，但没有技能。哎，对面没闪现的，还 Q 空了，裂开。那这局的话，队友差距有一点点哈，虽然不多，但就是有。这里的话上来找对面的万豪。大招的话是有的，可以拖住他，用种子做个视野，但没有机会。这里骗一波对方的那个机会，这里逮到对面的这只大招。大招的话，虽然说没抬到，它是有2段的，一个是蔓延开的时候有一段伤害，然后抬起来有一段伤害。这局的话发育稍微不怎么健康，因为前面被抓了2次，虽然说都有人头进账哈，但想 carry 全场的话还是差了很多。面具的话可以做。这里的话看一下，但对面拿掉了，两边互换一下资源，抢到一个河道蟹，但盖伦的话跑不掉了，原地放个大招，但盲僧把他踢走了。巴德一个大招控住对面，秒掉对面的螳螂。这里的话差一点烫死。这里的话，看情况做那个主动装备。一开始的话，你选择做这个800 GLP 800，就是那个算是冰杖之类的。然后可以减速，就是冰霜弹嘛，它可以释放冰霜弹，然后造成伤害，然后有减速效果。但后面的话，我更推荐还是做像这种阵容，还是推荐做高压罐会好一点，因为对面螳螂肯定会找你，你很少的一个自保那个能力。这里的话把塔给守下来了，虽然说这是个残血塔，但也能暂时充当一个视野。对面寒冰刚刚大招是释放的，所以不用太紧张。如果对面寒冰没有大招，还有大招的话，你就要小心点，要多注意一下寒冰的位置。这里巴德像前期确实差输出的话，可以利用这个冰霜弹去补一个输出的。然后打一下控制，
因为那个冰霜弹的距离是比较远的，相对于那个那个腰带啊那些，相对来说可以打一个远程消耗。像这种辅助的话，就比较纯个人玩法，然后不是很推荐这种玩家哈。前期的话算是来到了一个小劣势，但其实还是能打的，不怕，因为对面中单不怎么样。哦，对面传送过来了。闪现往这边躲，哦，这里挡掉了很多技能，利用面具加上那个引燃的伤害，把对面给烫死了。你别小看杰拉，杰拉的这个爆发其实还是蛮不错的。特别是加上有那个面具的持续伤害，但他打肉的话就没那么好打，得看情况。哦，这里吃到寒冰的大招 ，Q 技能有时候不一定要拿来打输出哈，就是输出能打最好，能打输出肯定打输出最好。但如果说你的位置并不是很好，那你可以拿它来挡技能，知道吧？像 E 技能也是，这里落地控住对面，然后大招抬起来，冰杖给他那个寒冰弹给他一个减速，然后配合队友直接收掉人头。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来拿大龙，刚复活的大龙可以直接收掉。对面螳螂的话，应该是不怎么敢过来的，那么抢不到的，能被抢到的话，这局打野背大锅。可以稳稳的惩掉。好，然后冰杖做出来，做一个那个霍顿海劫之灵。这样的话，前期的爆发伤害就不怕了，而且控制也拉得很足，这样子的控制。像你玩杰拉就不能按那种常规的走位去躲技能，因为有可能因为主要是杰拉是没有位移技能，所以他很好被对面去预判。如果你有位移技能的英雄，其实对预判来说，他们就是不好预判。然后就是他的大招有一些像刚刚布隆的大招，他就是按着你那个风走位的方式去预判。但你如果说往中路的方向继续跑的话，肯定跑不了。这样巴德辅助确实还是太超模了。设计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削一削他，反正我打排位是吧，我是不会放他的。这里闪现拉开，然后盲僧踢走了，漂亮，好踢。然后回头帮忙，看看能不能把对面的盲僧杀掉了，但盲僧也死掉了，被烫死了，最后一丝血。对面万豪选择做星之钢的。这局的万豪做星之钢，其实他大可不必。对面还是蛮缺这种爆发伤害的，就是
最好能前期一团，就是一套一波打死。万豪现在做星之刚太拖发育，而且后期伤害没有出三项啊，或者说黑切这种厉害，甚至出个破剑者都比现在的那个星之刚有用。哦，这里逮到一个落单的万豪，螳螂想过来杀盲僧，大招给一下劝退一下对方，但这里有个布隆，可以一直减速，不怕，慢慢往前追。那给对面给了眼的，有眼，那小龙的话是拿不下来了。那双方拿了各拿一条小龙，龙魂的话这把是没有了。这里有减速，像杰拉出这个冰杖确实好恶心，就一直能打控制，一直控制。只要你技能有蓝的话，你就能一直给到控制。哦，这里巴德的大招跟他重叠了，万豪过来，高速移动，躲掉了对面的蓄意轰拳，但这里还好有个闪现可以规避掉，不然的话被他 A 两下也逃不过。这里的话1换3，然后拿到大龙，这个节奏还是赚的。像杰拉，你们刚刚有没有发现他的技能组的话是组 W？ 为什么呢？因为 W 是稳定伤害，而且能增加种子的一个伤害，就所有技能的一个伤害。所以 W 你放的越多，一个团战你打出来的伤害是越舒服的。你不要老想着说去远程消耗什么的。这里的话，像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就是要利用自己的技能去放草、探眼位，探对方是不是在那里。这种就是杰拉的一个优势，他的视野。这里远古龙了。这边吃到韩冰的大招，还好在草里面，不然的话被对面螳螂秒掉，那这波团战可能就要炸了。对面没有惩戒的也敢这么打，
直接犯了大忌了都。那这样的话，盲僧过来直接稳稳的惩下这个远古龙，然后再去拿大龙的话，直接可以下一波一波了。像那个种子的话，存活时间只有3秒多，然后种子的话，你释放在人体上，就是对方英雄身上的时候，是可以高达4秒半，好像是4秒多的时间。那这样的话，搭配技能伤害，然后种子的一个提高伤害，然后还有技能的一些伤害，那对于整体来说，那种子肯定就是更好的。主 W 主种子的那个就是更好的一个选择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把塔拆掉吗？完了，队友被在塔下被杀了，那这波兵线不好推进去。而且种子持续在敌方身上的话，面具也会触发，然后那个冰杖的效果也会持续触发。但辅助的话就另外一回事了，因为辅助的话更多的是以打那个消耗为主，你能尽量在远程去消耗就更好一点。如果你一个辅助学主 W， 那你就是有问题的了。待会上去技能都没放出来 ，W 直接把你给秒掉了，你就想放个 W 手又短，然后直接把你给秒掉就完了。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一波啦，毕竟3路高地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